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Judy， 欢迎您再度收看878投资传承，让操盘人带你走向财务自由的目标。那我们接下来介绍电网商机的概念股1519的华城哈，我们在前几集都已经介绍过，就是说台电的强韧电网商机里面的计划呢，它大部分都是在推动的整个分散电网工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过去南电北送，只要一个变电所或电网出现问题的话，就容易跳电，我们一般用户就会停电。所以它如果做一个分散电网的工程的话，那如果以后有什么事情的时候，停电的范围就不至于扩大。好，那接下去呢，我们看一下，就是说强韧电网商机呢，对于重电业者来讲，他们已经有评估，就是说每年平均可以分配的商机大概就是200到250亿元左右。那我们也可以看到，就是说随着绿电的加入来讲的话，然后逐渐就是可以逐年的逐步提高，就是说我们的家庭用电的资源。好，那接下来要跟各位介绍，就是说878投资传承是一个为您深度分析基本面及技术面的理财频道，带你走向财富自由的捷径。那我们介绍一下华城1519的营运分析。那华城原来是一个重电厂商它最主要是输配电的变压器厂商。那近年来已经很成功的切到了绿能相关产业，我相信之前我们在电动车概念已经介绍过了，大家都非常熟悉。那它在对的产业趋势之下，那公司的未来营运具有潜力。那我们可以看到，就是说对于华城来讲，它目前有一些包括了变压器、配电器材，还有一些工程收入产生的电能，它就可以做一个售电的收入。好，那我们过去有看过电力产业的流程图，过去传统呢都是用火力跟核能。那我们再生能源的部分呢，我们加入了太阳能啊、风力啊、废弃物这些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在2022年的时候，台电整个购金和自己发电量的话，高达2500亿度。那在整个再生能源的比重呢，在2022年到了 7.1%。那预估呢，到了2050年了以后，会提高到30% 以上。那以政府的目标来讲的话，2025年就是不再新建所谓的燃煤厂部分，那它就是要推动再生能源。那这个地方就需要了储能设备，那这边的预算就高达了450亿元。那此外呢，风力光电也会累积，那装置容量呢会到40高瓦，所以说再生能源的那个预算这个地方呢高达了2107亿。那2040年的时候，又包括我们之前讲的政府这边规定我们的车辆都要变成电动车，那2050年这个地方达到了净零转型啊。所以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它的财务分析的部分。首先呢，我们每次讲到财务分析都会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就是说股东权益报酬率，它就是用税后净利除以股东权益，或者我们把它切成3个公式，净利率乘以总资产周转乘以权益乘数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华城的年报表，我们可以发现呢从2018年开始呢，它的那个 ROE 这个地方呢就有比较明显的就是慢慢的往上做提升的动作。可是你说中间会起起落落的但是整个趋势还是往上的。那我们可以看到税后盈利率这个地方呢，随着它跨到了电动车和绿能这个产业呢，已经有缓步的平均做一个提升的动作，尤其在2022年这个地方表现得更非常明显。那总资产周转率这个地方呢变动比较不大，然后在权益乘数变动也不大。好，接下去我们看一下华城目前我手上最新的数字呢是在第一季的部分，我们发现法人预估呢，它今年2023年的 EPS 呢预计是3.7元，这边的获利成长率就高达85%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重电业者目前的在手订单呢都长达2到3年，就是它的营运成长非常明确。但是它会有变数，什么样的变数呢？第一个，因为它接到订单，所以它可能会购买一些原物料，可是原物料这个地方价格会有波动，然后运输费用啊，还有缺工汇率等变动都会，还有政府的标案，然后它什么时候入账的时间会不会延后，这些都会影响到它的营收或获利。那充电站的布局，那华城这个地方布局有成，那电动事业部渴望快速的成长，这部分呢我们之前在介绍电动车概念股已经讲过，就不多做介绍。所以从这边看起来，你就会发现这家公司未来有相对的潜力，所以不用我讲，大家都知道，在技术面它一定是相对强势。所以我们技术面这个地方，我们来分析如何为标股找到发动点的部分。那为什么我们在2023年1月的时候，我们就先在直播的方式先提醒大家，就是说华城这个地方要发动呢？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在我们的力道 K 棒播放清单这边有一系列有关于标股发动的时候一些力道 K 棒的讯号，大家可以看
看一下。好，我们去看一下力道 K 棒在发动的过程中，它会有在关键位置出现关键 K 棒。你说什么叫做关键 K 棒呢？就是在关键的位置出现长红棒，而且加大量。那这些关键的位置就是在前波高点，还有末跌高跟那个什么前波高这个地方。当它突破的时候，一定要大量加长红棒，有效突破就容易怎么变成45度的攻击。好，我们用实际的例子告诉你，你看，我们的华城呢，我们之前有讲过，它高、二高，甚至二高这边还是一个失败 N 哈。然后从2015年开始呢，你可以发现它的股价想要突破什么前波压力，然后它突破以后又再拉回来，一直到2023年这时候股价发动了，大家有没有看到发动的时候有什么长红棒怎么样带大量，所以在这个地方就造成了45度的往上涨。好，所以大家要记得。然后呢，我们这边要告诉大家说标股如何出场呢？那标股如何出场之前，我们要先告诉大家，因为很多投资人呢，我们每次在礼拜六或礼拜天上片的时候呢，他们就把我们推出的片子当作名牌，然后就会问 Judy 说，你怎么推这个股票呢？这个股票怎么跌你还在推呢？最主要是我们87%投资传承，我们从选股到上片的过程中，第一个我们选股的时候要开会讨论，接下去我们选定的公司我们会去拜访公司写研究报告，接下去我们会前置到后置，那整体来讲一季时间的落差，连 Judy 本人呢都不知道说我的片子是什么时候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片子到了行销公司做后置的时候，我不确定他会把我的片子是用1集播出还是2集播出还是3集播出，所以一定会有时间的落差，但是那没有关系，因为87%投资传承，他想传承的是一个长期正确的投资逻辑，也就是说我们告诉你怎么选股，怎么切入跟怎么切出，那股价自有它循环的周期，那当我们的片子一出来的时候，你用 N 型理论做定位，它现在是上涨的循环还是下跌的循环，那你就可以多空的灵活做操作。好，那接下去我们就跟你讲说，那标股要怎么出场呢？标股出场，我们用这个很经典的宏达电来讲的话，我们可以发现它最后呈现45度上涨是在4高的位置，当它跌破前面的长红棒的开盘价，也就是原点的时候，是不是它就呈现45度的下跌？所以你要做45度标股这些投资的过程之中呢，那你就要去注意它的出场点前面的长红棒。那你如果说月线的长红棒很长的话，你就可以利用周线来去看它。OK， 那回档都会有不同的情况，为什么有不同情况？因为这跟业绩有关系。如果我业绩好的话，我可能只回档1撇或是一个 N， 那它就会怎么样？守住1/2，守住1/2有什么好处？上涨 N 型可以再扩大。那如果跌破1/2呢？最大的风险怎么样？下跌 N 型再扩大。所以我们第一个选股要选在对的企业，然后对的公司。那在回档的过程中，我们可以在高档跑掉，然后守住1/2量缩，守1/2，守住支撑以后，我们再接回来。那像刚刚以华城为例，它的 AB 段已经打出来是45度了，那它 BC 段如果回档又守住1/2的话，那我们就可以期待它的 CD 段。当然也有可能它回档守住1/2的时候，再攻击的时候，如果说业绩没有那么强的话，它可能就会变成正常 N 盘涨。那除非这家公司呢，它的营运这个地方出现重大错误的决策，或者说台电的强韧电网商机发包速度变慢，一些其他因素的影响之下，才会变成失败 N 跟倒 N 型。不过目前我们还是认为成功上涨 N 跟正常上涨 N 盘涨的几率最高。OK，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对于华城的介绍。好啦，以上就是我们对于华城这家公司基本面跟技术分析的介绍。那下个礼拜我们又是一个新主题，我们要介绍什么呢？我们要介绍最近很夯的散热模组概念股，你要记得收看哦。OK， 那我们下个礼拜再见，拜拜。